是，这非常的重要。其实谈到台独，当然就要请教我们彭孝大哥，因为他是被中共认证的台独分子哦。这在台湾，像于将军也讲了，在台湾反正不支持统一的，对统一有疑虑的，都是台独。九二共识这件事情也是很吊诡啦。一直我们包含台湾现在还有政党，还是以九二共识做一个最高的依归。但过往在台湾内部比较喜欢讲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意思是说我们九二共识的共识应该有个在台湾的解释是各表，也就是说你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认为中华民国我们都代表一中啊。可是人家中共历史上都写你中华民国已经消失了，他根本连你的国旗都不同意，这根本就是没有那样的空间啊。所以每次我们的台独来宾彭孝大哥总是会被修理，就直接揭露我们的节目在这个中国这边来大放厥词这个来消遣那当然也这个承蒙对岸的这些网友小粉红这么看重我们彭孝大哥的这个这所有的这个金玉良言也给予很多的批评指教，跟彭孝大哥也想跟他们说个话，然后那个就针对这个题目有什么看法？是的，这个首先我非常谢谢这个大陆有一些的其实他是官媒把我封为什么台独名嘴或者什么这个绿营名嘴，非常谢谢为什么呢？因为大凡被中共抠帽子打棍子的，大部分都是好人了。为什么我说大部分是好人现在你看最近大陆在有名的片子长津湖，对不对？哎呦，你看抗美援朝多伟大但是你各位知道吗？抗美援朝的总司令彭德怀元帅他曾经被封为什么？被打成什么苏修的走狗所以说结果后来这位大元帅在中国的建国过程，在抗美援朝过程，不是立了很多功吗？结果共产党怎么对待他呢？文革的时候，他被拖出来，不但斗，而且又踢又打，他的肋骨被打断2根了。一个大元帅那时候已经70几岁了这样子被羞辱最后要死了，想要见他老婆一面都见不到。这就是中国对待这种刘少奇怎么死的都不晓得，他国家的这个元首嘞，对不对？所以中国那个抠帽子打棍子的太普遍了。在一个文明国家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叫做什么？叫做罪刑法定原则，就是说什么罪是什么样的要件，什么样的罪是判处什么样的刑罚，这是依据这个法律来定的。但是在中国呢，罪刑党定原则，党说你有罪，你就有罪党说你是叛徒，你就是叛徒；党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党说你是港独，你就是港独；党说你是台独，你就是台独。所以像这种帽子，坦白讲，尽管抠吧，对不对？但是在这里，我说实在，我倒对于习近平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习近平实在是台湾最可爱的敌人了。各位想想看，刚才我非常不赞同这个于将军刚才讲的一句话，像邓小平像胡耀邦这种的，这个胡锦涛胡耀邦也是，胡锦涛也是这种的软调子，那坦白讲，对台湾是最危险。真的你讲的这么软，你看这个邓小平时代怎么讲只要我们坐下来谈，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连国旗国号都可以改。讲到这样子下去了还好那个时候台湾是蒋经国那换了其他人，你不都动摇了吗？对不对？这都已经跟你好成这个样子对不对？那才可怕但是像像这个习近平这样子太可爱了嘛
过去台湾很少能够在国际媒体上曝光的，因为有这个习近平这一套战狼外交，现在台湾动不动就成为国际媒体的头条啊，对不对你看以前《经济学人》那个都是非常有声望、非常这个有深度的一个杂志，对不对台湾做封面世界最危险的地方，谁造就的？不就是习近平造就的吗？对不对？那真的有这么危险吗？你看台湾人真的马照跑，舞照跳，对不对？股票照涨完全没放在眼里。为什么？看破你手脚嘛，对不对？这么厉害，搞了70几年了过去什么学习台湾，一定要解放台湾，一定要怎么样？那问题就不是说你讲了算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你明知道说你能力不足，你还要这样讲呢？你还要这样子？说实在，这就是为了习近平的能够当永远的这种连任下去的无冕皇帝，对不对？你看过去毛泽东时代，庐山会议，他因为三面红旗大跃进，他在庐山会议受到了党内的批评，受到党内批评以后，他就翻脸了。翻脸了以后，他开始他觉得说党内反对他的力量很大。为什么？因为大跃进造成了中国经济损失大饥荒。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之下他怎么做呢？他第一个跟苏联翻脸，他把当时这个世界上一个另外第2强的强权当作敌人他跟他翻脸斗争。然后他跟所有世界一切的反动派各国都翻脸，所以造成一个什么？好像是中国四面楚歌。但是因为有毛主席的领导，所以我们不怕所以这是什么？靠着制造危机、制造国家的危机来凸显它的重要。因为唯有说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时代习近平的说法就是说，这个100年难得一遇的变局，对不对所以说凸显出领导人的多么重要，对不对？那么习近平现在的这一套变相的造就了台湾，真的是不但我们在国际媒体上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我们在整个国际的社会上受到了更多的肯定我们过去70几年来，从来没有像过去的这1、2年获得这么多精良的武器。坦白讲，过去美国卖给我们的武器，他都千挑万选，绝对不要有攻击性武器。但你看我们现在的武器什么射程超过台湾海峡什么200-300公里的，那已经不算回事了。现在我们的云峰飞弹，我们发展中的另外一款还没有正式命名的飞弹，都已经要打到2500公里外了。这个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那么为什么现在美国卖给我们这么好的武器？而且我跟各位讲，打到几千公里外，靠着我们现在的这个通讯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换言之就是说，美国在背后它天上的卫星它的军用的 GPS 在照着你嘛，才能让我们的飞弹可以打到几千公里外嘛。在这里我也跟大陆小粉红们，让你再玻璃心碎一次最近老公不是在讲，哎呀，我们东风17又东风几这个反介质能够在美国的航空母舰1500公里之内我们就能够打它。抱歉，你的东风17也好，东风007也好，你以为能够摆在中国台湾线打台湾的飞弹已经能够打到2500公里，这是很保守的。为什么？我以前当过炮兵的
营的指导员啊，我们叫辅导长，你们叫指导员，对不对啊？哎，你知道炮兵的真正射程都是保密的，真正要打仗的时候才让你知道它真正射程有多远。同样也是飞弹的射程，表面上讲的那都是很保守的，实际上实战的时候你才知道它到底飞多远。换言之就说，当台湾的这些飞弹部署了以后，中共的东风17你要后退2000里，后退2000公里，所以说你反介是什么？对不对？当你只要一拔出来以后，我们的乐山雷达站马上锁定。台湾的这个现在等于是中程导弹了，只是我们不用这个名词而已，对不对？啊，所以台湾已经不是一个说，哎呀，我们小媳妇让保护自己。最近的在印太战略里面，台湾真的就是被当成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舰，在不断的武装。我们的这种各种的这个火力，已经不是过去所可比拟。这拜谁之赐啊？习近平嘛。所以我一看到六中全会他那个决议案，哎呀，我说好了，习近平稳了，台湾安了，啊，习近平这种搞法，台湾安得很呐。第一个，习近平还没有这个脑袋不清楚到说真的动武嘛，对不对啊？因为什么？因为对于中共来讲啊，要想要不管你说是武统也好，打台湾也好，它有个淡淡的哀愁，还有潜在的危机。什么叫淡淡哀愁？台湾的飞弹太多了，哈！你不要以为说台湾兵不能打仗，台湾兵很难得有机会真正说啊，要提枪上阵的，啊，都是跟电动玩具一样用按的嘛，对不对啊？当大陆的登陆船团到了我一定的距离的时候，我们的飞弹就已经把大陆的登陆船团在台湾海峡、在黑水沟里面就把你歼灭了嘛，你根本连看到台湾岸的机会都没有啊，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于将军很清楚啊，对不对？我们台湾能够登陆的所有的地方，我们几十年的战场经营，做假的吗？对不对啊？你每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标定好坐标位置，对不对？所以就算你有少数说呢，你爬上来了，当你晕船晕的晕乎乎的时候，哎，一阵炮响，真的尸骨无存。我过去那155的榴弹炮，那个威力有多大，对不对？啊，有人讲说，哎，那个落伍的武器了，不管落不落伍啊，一样打死人嘛，一样让你粉身碎骨，投降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说，这个就是现实。为什么叫潜在危机？反登陆作战最厉害的是什么？潜艇啊！美国有60几艘核子动力潜艇，上次在南海浮现出2艘来，为什么老共一直跳脚啊？啊，因为那个浮现上来的2艘，其他的几十艘在哪里呀？美国现在66%的兵力，海空军兵力都在这个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特别是部署在哪里？部署在琉球，部署在韩国，对不对？离台湾最近的普天间只有500公里，你以为多远？你以为说就直接就台湾跟大陆打仗吗？这个大陆最担心的就是这些找不到的核子潜艇为什么大陆的飞机没事要到台湾的这个西南那里转来转去，都是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历史上就是潜艇埋伏的地方，我们的反潜机也经常往那里去。为什么？就是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地方不但有美国潜艇，也有中国潜艇，更有日本潜艇。因为日本的潜舰部队是传统的这个潜舰里面性能最好。今天我们台湾正在
安装龙骨的我们的潜舰，说实在，主要的技术就是日本提供的，对不对？等于我们是他们的潜舰的缩小版而已。所以这个就代表说，今天由于习近平这样的战狼外交，这样子的赤裸裸的对台湾进行武装的威吓，你不是威吓台湾了，你是在挑战美国的印太战略，你是在挑战整个西太平洋的安全。所以说，为什么美国拜登总统一再讲台湾关系法？你在台湾关系法翻翻看啊，台湾关系法里面就写明，西太平洋的安全攸关美国的国家利益，对不对？所以在这边的任何安全的威胁，都是美国的事情啊。所以为什么说美国这样子来帮助台湾，来做这些？他不是在帮助台湾，他在帮助他自己。有人说他会为你台湾打仗吗？搞错了，他不是在为台湾打仗啊，他是在为美国人自己打仗啊，对不对啊？只不过这个战场在台海而已，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我建议啊，大陆的这个年轻人呢要搞清楚啊，当冰雕连还不错的啊，真正的在渡海的时候被打到黑水沟去，那才真的很悲哀，对不对？过去冰雕连他们兄弟姊妹多啊，对不对？死一两个啊，家里还可以承受得了。现在都独生子女啊，犯不着来这样子搞。第二个，真正大陆有权有势的，有哪个没有子女在美国的？啊，嘴巴讲啊，哎呀，对美国怎样怎样啊？你看，在美国的这个啊，美国的这个大使馆啊，在上海啊，飞美国的班机排长龙登机的，不都是大陆的有钱有势的那些人吗？对不对？所以今天美国跟中国什么时与势在哪里？你只要看说，大陆发了财、赚了钱、贪了污的钱都到哪去了？都往美国搬了，子女都往美国送了。有没有哪一个人啊，哪个美国人在美国发了财啊？这个然后把钱送到中国去了？没有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代表说，这个时与势，根本不在中国这一边。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啊，你说我台独要说什么也好，随便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说实在，我深深体会到，台湾还好没有跟中国连在一起。台湾跟中国连在一起，多少的近代悲剧一样跑不了啊！自从台湾这个马关条约以后，割让给日本以后，你看中国1895年以来的中国乱成什么样子？不是说只有日本人的入侵而已，光中国人自己打中国人，中国人杀中国人，搞了多少？没有一个是非标准。对不对啊？到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更糟糕，对不对啊？一天到晚要你爱祖国啊，爱国，国家爱你吗？啊，说你是罪犯你就罪犯，说你反革命就反革命，这样的国家还好，台湾跟你无关，再见，台独就台独吧，因为按照你的逻辑，除非说乖乖听你的啊，当傻瓜啊，指鹿为马。那这种人，最重要的是人作为一个人应有的人权最重要。国家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去当美国人，你可以选择去当法国人。同样，我们很幸运，我们选择做台湾人，而且做台湾人让我们觉得很光荣。你看，小小的台湾，小小的晶片，就卡死你，对不对？你用偷的，用买的，用各种方法，你就想说啊，这个大陆有个教授啊，还讲，哎呀，我们只要统一了啊，台积电马上收归国有，我们的晶片问题就解决了，这多么无耻的这种笑话，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今天啊，中共当然希望说能够借着他的话语权，好像要说谁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是说实在，对我们来讲，
早已经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台湾是世界的台湾，台湾不是中国的台湾。